各位，2026年7月9号凌晨12点23，现在在江苏省镇江市区里面，大概就金山寺边上啊。我想着骑行着跟大家分享一个跟房价有关的，以及周边晚上它夜里的这种声音的情况啊。这里还有一个摆摊呢，这个摆摊呢有时候摆，有时候不摆的，到处都锅盖面啊。我其实啊，前几天有时候也是像这样，在镇江市区里骑行，大部分时候我没有拍摄，就我自己感受了这一切，听着这声音，看着这城市的一切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信息对很多人非常重要啊。刚刚还看着红绿灯呢，等一下吧，红灯了。现在在长江路啊，那这个视频放出来的时候，应该对面那金山寺应该已经放出来了，绿灯过去了。这里就那个拍那个白娘子那许仙的曾经啊，就赵雅芝那个版本的，就这里就金山寺，各位，因为有些东西呢，你不实际的拍出来，它跟你想的不一样的，各位。我想起来，2024年大概3月底，我到广西玉林的时候，我当时找房子好烦恼啊。我看了好多房子，因为我在云南噪音那个事儿嘛，给我搞的就是说有点噪音敏感，所以我当时住的房子一定要安静。我千算万算，最后住到一个不梯的楼的6楼嘛，有些观众有印象的。谁知道那个小区也是晚上青蛙叫怎么叫的，反正将将就可以接受吧。就是说有些东西啊，你这声音你不听到，画面你不看到，有些人是不知道的啊。就你能想象吗？这晚上这长江路这一段，就靠近金山寺这晚上有时候还有那种钓鱼的，昨天晚上就有一个吧。路灯算黄灯，而且是4个黄灯，像这种还凑合着，就亮亮的还可以吧。它有一些路灯黄灯呢，它是只有1个黄灯，那就比较昏暗。你如果像这种双路段4个黄灯都开着的就还好。啊，周边啊这种绿化，各位，这种种的树啊植被非常茂盛。这个什么桥我不知道，我没看啊。反正这右边是不是还算这个金山公园这个范围啊？我大概要骑到那个镇阳气渡那里，我前几天去过一次，然后左边直走左拐，就3毛宫，我们之前经常去的啊。这么晚了啊，经常还有遛狗的，好像是上次也是他，好像上次也是他，我碰到他好几次了，每次都12点多，因为我有时候忙完工作也就洗个澡，也就11、12点。你知道在家里我也不刷短视频的人，就有时候会出来逛一下这样子啊。这附近啊，接下来是有钓鱼的啊，我前天也看到了，不知道这种应该是小打小闹吧，会影响不大。他钓个鱼有这种，有时候还可能还会放生的嘛，这种我看也没钓到什么鱼。接下来主要的这个小区啊，叫金山水城吧，它有 A 区、B 区，还有3区的啊。因为我经常看到我那个中介大姐啊，她有时候会发那边房源的价格，看来那边小区她也有做啊。等一下，微风刮起来了，各位，这就我讲的。你如果不听着这个微风的声音，不看着这个路灯，不走在这个路上啊，我跟你讲，晚上呢，金山寺前面啊，金山水城那边 B 区那边有20万的房子，你也懵懵的，你脑袋也是听了就过了。但是我实际上晚上带着各位，我带着你逛，今天我们走这里吧，走右边好了，前面还有个摆摊的呢，什么路给它记一下，环湖路是吧？啊，是这条路，我们多绕几条路多逛一下，看一下周边的配套，然后晚上你听着这个虫鸣青蛙的声音，你能想象吗？你看地图有时候也是，哦，那里有个这么一个小区，你白天有时候看了，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你镜像的反向的。白天你看一个女人不化妆，你看得干干净净的，啊，再跟她接触一下，看个电影，吃个饭，她性格怎么样，你清清楚楚的，对吧？这边也有摆摊的，前几天没有，烧烤是吧？这
城市晚上，它有些地方你还要自己逛一下，找一下它的这种隐藏的一些这种小东西啊。这个虫子叫，青蛙叫，这个自然的声音我可以接受啊，就是说，你不听到声音，不看到画面，你怎么知道呢？对吧？空气还可以啊，感觉回到小时候那个声音的感觉。路还凑合，其实。到前面再讲吧。我刚刚问豆包啊，就前面接下来看到的小区，大概的价格是19.5万，最便宜的啊，你捡个漏是不是18万能拿下？而且还有电梯房啊，它不同的装修，不同的楼层，电梯房11楼的我看了一下有24万的，还有这种最高各位37万、38万，就那种100平方的，也就是30千一个平方了。而且啊，像我现在自己买房之后，我就知道那豆包还有58同城，各位，那个数据啊都不能信，实际成交价你不止打5折，打多少了？打6折、7折、8折，随你的。我跟大家讲，你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最好认识一个房产交易大厅的一男哥们儿或者女的妹妹啊，他们是真的知道每天的交易价格。但是这种人你也认识不到，他也不会跟你讲。他是不是还有保密什么的，对吧？到时候对他工作也有风险。我跟大家讲一下啊，你比如说你看一个小区，你像这个就现在看的金山水城啊，接下来会看到的，他比如说挂了19.5万是吧？你还完价有可能16万就拿下了，各位，这真的不夸张。有人会说你想多了怎么着？有些抬杠的人我们就不用屌他了，不用理他了啊，真的是这样。它只是挂在上面那个价格，各位，真的是这样。我再跟大家讲一题外话，其实我买的那房子啊，那个小区我1年前就看过，有些人不知道吧？我1年前就看过，包括最近广西贵港啊，还有那南宁下面一个衡州市，不是那台风天影响非常大嘛，淹掉了。那贵港的房子我也看过好多，我现在就庆幸啊，我看的就是港北区的，老城区那个什么。那个江边的，还好，我就是我当时在泉州的时候，我都想去贵港去绿灯啊，我都想去贵港买一套呢，还好太便宜了，也是10来万啊，还好没有买那边之类的啊。你听这声音，就是说它安静跟安静也有一种不同的情况啊。你说这小区都安静吗？都安静的。这城市是没夜生活，晚上就3楼谁亮的灯，大家都睡觉了。但是外面城市配套路灯什么都给你开着。刚刚说到哪了？哎，我说你在58同城啊、安居客这2个是一家的，包括其他的一些房产中介，杭州什么我爱我家他们，或者任何还有什么走天下房产还是怎么样啊？他网站上挂的价格真的是一参考价，而且你看像我交易过。你到房产大厅搞那个基准价格，或者说标的物的价格，你如果搞太低的话，它不会通过的，它要申请人工审核的。你搞太高也不行，它有时候领导还要出来，这就包括那个备案价跟网签价，就是说你想象着一个房子，比如说20万，你说我10万买也不可能，各位，10万的时候也轮不到你了，这中介。就真的这个房东出国不要这个房子了，他真的是急卖或者置换，那真的中介自己就收了，他轮不到你。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数据啊，就这附近啊，所有你看到的房子，就是19.5万到38万之间一套，有些带电梯的，它是 B 区、A 区、C 区的。今天带着各位看一下周边配套，有可能不是这个，要么是这个啊，反正您看到的周边的这个啊，我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就幻想着直接房子打5折。他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的，而且打5折的时候你还不敢买呢。中国人是这样的，啊，他高价格正常的价格我愿意买，要价格要低了你反而有点怀疑了，是吧？其实能打个8折、7.5折、9折，因为有些房东他不愿意降价嘛，他只打个9折，甚至我买的他不降也无所谓，你还跟卖家也有关系啊，对吧？有时候你还可能因为他的一句话你还不想买呢，对吧？他是双方相互筛选的一个过程啊。这个是中岭路啊，这附近也有1摆摊的，
我们找一下，找到那个，我上次走到哪里呀？我上次是左拐了吧？啊，暂时先随便逛吧，等个红绿灯好了。我要不看一下地图？我们要到正阳气度那里，我刚好红绿灯看个地图，它地图还是正确的啊，没有错的，各位，我们没有看错，绿灯要拐了。这小区啊，金山水城 B 区，好像有电梯还是怎么着啊？就是因为它这个位置摆在这里了，参考我买那房子确实不需要很多钱，10几20万就搞一套了啊！你要有些观众已经在跟我讲了，说这队长你那个中介能给我介绍一下吗？或者怎么样啊？也是想买一套之类的，或者是过来镇江这看一下啊。我不帮你们联系啊，后续再看吧。如果真的有老粉丝啊，我看着昵称很熟悉的，我直接私信你啊，因为过去很多年你看我视频，也是非常给力之类的啊。有些陌生的观众，即便你关注了，我也懒得跟你牵线搭桥，我也不想惹着自己一身骚呢，各位，我也不想给这个镇江这个城市代言。这卖冰棍的，上一次他还有开的。就那种你要买冰棍10个5块还是多少啊？这小区看到的啊，都便宜的。你看这路多好，这共享电动车多好的啊！你看我讲这话好像就是你们看到过那种博主啊，到了哪里鹤岗、个旧，或者随便一个山东哪个城市，买了房子，好像在给这个城市代言，然后是去自己证明自己的选择没有错。我最不想走这个路线，各位，我最不想走这个路线。所以有些观众说啊，你那个中介能不能给我，或者队长，我也想买你个这样的，我也懒得去搭理，我搭理干嘛呢？到时候还给我，是吧？惹得一身骚，有些观众也不会感谢你，最主要你1毛钱也不给啊，是吧？啊，这里还是他们摆摊的，就这几家子。我直走就没去了，我走前面吧。这什么路啊？只给他记一下，我直走应该也通的。看这边路灯还更亮呢，慈寿路是吧？慈祥长寿的一条路，慈悲长寿的一条路，要下去吗？跟各位想的也不一样吧？我相信有些人看镇江的，或者有些镇江本地人都不太了解自己的城市啊。这附近还挺亮的，我前几天也是12点多这个时间点过来的。今天啊，就是现在周4了，各位，没有任何这种节假日的加持啊。那个角落也有一个摆摊，没有任何这种礼拜天的加持啊！这城市就这样，你开始以为到处会没人，很安静，他突然有摆摊的，他们就是总共3个桌子直接坐满，然后就吃着呢，就这样。我还是刚刚那个话要补充啊，就我是最讨厌成为那种人的啊，所以有些人跟我说啊，你爱上镇江了，爱上泉州了，是我说我爱上你家人了，你去查一下吧，你是不是我儿子？我靠！就是说我把这个信息给你啊，像大晚上的，我们也自己骑也是骑嘛，是吧？他跟你想的不一样，你说了很多遍是吧？是这样，你能想到这小区这附近有晚上1点多有青蛙叫的声音吗？对吧？有些人他比我还敏感的，就是还介意这个事情嘛。其实都是自然的声音，我们只是说它确实有这些属性，你自己你最好知道一下了，知道一下是最好的，是吧？这个地段啊，这种地段，其实你如果投资租出去的话，我就想说一句，各位谨慎一点。你如果说这样的房子，就周边刚刚我们看到的，这是金山水城这个，不是 A、B 区，就是金山水城这个小区，你们也可以自己对照着地图自己看一下。啊，这种房子大概10几20万，高的这种120平、140平、100平的大概要30多万，你再还完价嘛，自己再加减一下，就能弄到一套。然后它是这种配套，然后那下面那个柳树啊，柳树搞得也挺好的。现在我们到镇阳气度这里啊，可能过段时间对面就是扬州了，各位，这边是长江了。夏天这个虫鸣啊，是这个声音一听的话就回到小时候了。有些城市没这个声音啊，各位。有些城市它这个城市化进程啊，跟它的环境啊，各方面都有关系。你在大部分城市啊，比如像深圳、广州，你说在城市里面或者郊区能听到这知了、虫鸣的声音，或者晚上青蛙叫的声音，你听不到的。在有些城市有的，株洲有些区域也有啊，总是提到株洲是吧？
就像你的这前女友一样，你跟她有过连接，你就会有时候会提一下嘛。这里有下去不能下去了，各位，这正阳气度。改天我们也过来啊，南京的一个物流。这个是干嘛的呢？这个是一个相当于一个渡口啊，或者一个码头，反正我这么理解的。我现在在镇江这个区域嘛。白天啊，早上5点半这个门会打开的，像我这样骑电动车也可以乘啊。它有几个船，一直到晚上10点吧。所以对面扬州的拍摄啊，各位，到时候我骑着电动车就直接过去了。对面是瓜州镇吧，大概坐船10到15分钟就到了。啊，这些车子物流车，他们习惯会在这里排队，早上5点半就到对面去了。司机到哪里睡觉呢？睡车上是吗？我临时想到的。你电动车你人坐在电动车上，这种所有的车辆都可以走这里过啊。3块还5块钱一个人，来回也就几块钱吧。啊，叫正阳气度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他那边有一个那个润阳大桥吧，不能下去了，各位，不能下去了，因为他这个晚上是现在12点半左右是不开放的，不营业的。那边那个润阳大桥我查过了，是一个这怎么一陡一陡的走这里，这边路还没我们那边好呢，这边这路要稍微弄好一点，或者是这种物流车长期压的啊。你这么一想也理解。你看这种物流车，天天24小时在这里，我靠，你再好的路也给你压烂了，是不是？刚说到哪了？哎，前面还有一个润阳大桥啊，也到扬州的，那个是怎么会是一个高速路啊？那电动车不能上啊！我问了豆包了，3个礼拜前我就问过了吧。然后这下面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你自己看一下。这大晚上的这公园里啊，你要就是说这个东西，就是我说这话好像是在夸这里，好像替这个城市宣传一样，真的是这样。这柳树一看呀，种了好久了。大晚上啊，这公园边上，您看这盏灯弄的，咱们骑一段，各位感受一下。各位，你晚上夜里来遛个狗还怎么着？你看那柳树下面亮着这种盏灯，大晚上睡不着，出来散个步，您看看有必要搞这么好吗？我一说这话，好像成了这城市的代名词，好像在自证自己怎么样啊？其实他本身就是这样子，是吧？就像你一个人，你遇到他了，他很善良，很好，性格很好，他确实就是这样子啊，对吧？然后接下来一路上都是这样子啊，弄的什么盏灯，那凉亭里还坐个人呢。有些台湾人跟我讲啊，你晚上睡在那里都没关系，就那刚刚那男哥们的凉亭。有些台湾人跟我讲，有些阿姨跟我讲，哎，上不去了。这男哥们也是电动车停这里是吧？啊，难怪呢，有电动车停上不去，他本身就是步行的，我们这么下来也是感觉不太好的。难怪有些台湾人跟我讲啊，说队长，你别说你怎么样，我们看着你这看下来，感觉你这镇江这城市还可以啊。哎，我说是吗？我也再跟大家讲一下啊，财政预算很足的城市啊，他有钱，他就是真做事儿。他城市建设各方面还有人文的一些其他东西啊，他可能没有那种热闹的那种步行街啊，或者怎么样的什么所谓的人间烟火之类的啊。他真做事儿啊！你看这公园怎么着绿化，空气清新呐。接下来几天有个台风啊，然后我已经看到这电视台还有视频啊，说已经水库啊已经提前卸闸卸掉了。我靠，江浙沪这边人他是真的认真做事儿，各位，他不跟你瞎搞的。你不像哪里啊，我们就不讲了。我还有跟大家分享一个心态啊，你比如说啊，你跟一个人结婚吧，啊，或者一个男的找一女的，一个女的找一男的，他有好几种情况。你比如说你到酒吧 KTV 找个女的，啊，她性格很外放，你觉得合适吗？她肯定不合适啊，对吧？她也不是过日子的人啊，对吧？你要说你就找这个高学历的，哎，大概率可以参考一下了啊，她性格好一点，温柔的，遇人温柔似水嘛。我们卡一 bug 啊，左拐再右拐，绿灯现在。
大晚上也没人。你看看这条路啊，这条路就遭罪了，各位。我现在走这里不有些抖动吗？这条路遭罪了，这所有的物流车都在走这条路。你看前面那车怎么了？车是干什么？表演一个奥特曼 Prime 是吧？表演一个变形金刚，各位，绿灯拐一下吧。那车你看，这附近的物流车啊，长期经过这里，再好的路也给你压烂了。那这一段可能还没经过。你看那车是干什么？在路中央就，反正晚上也没人。啊，刚说到哪了？就说这两个人选择啊，他有时候是会，你看我在泉州啊，有时候晚上也出来逛，到领袖天地啊、宝州街啊，有人会误以为就是都会给我掺杂到一起啊，队长你又去酒吧怎么样啊，又去那里拍夜市了，他还以为我是，这种。怎么样？其实我就晚上没事出来逛一下，有时候逛，有时候不逛。你酒吧我逛一下，但是我从来不去酒吧进去啊。各位，你看这边就这种车啊，这条路是不是刚修好啊？还没有被折磨。就是说有些误会，就你找老婆的话，这红灯要等不等无所谓啊，它是一个横向的啊。你找老婆的话是找个正常的，你不会找个很骚的吧？找个就是最好天天给你戴个帽子。啊，然后天天搞你心态的人，你不至于吧？你回家还要他在家里，你还得伺候他呢。你天天就一男哥们儿啊，出去上一天班回来，老婆你还得给他做顿饭呢。啊，你像个管家一样，佣人一样，等于说像黑奴一样，等于说，你不会找这种吧？其实你选城市也是这样子，它有些城市，比如说所有的省会城市、大城市啊，你钱不多的话，你就别考虑了，各位。别考虑了，你现在看到这房子，这金山水城吗？你在南京知道要多少钱吗？这样的房子，南京租的话都是几千块，你1-2千块还是跟人家合租哦，各位，合租哦。你在深圳你就甭想了，住到城中村里边吧，整天暗无天日的，见不到太阳，没有任何的光合作用在家里。你看这边也是，这边忘记给画，它一路上都这样，下面这柳树配这种盏灯啊。我前天逛的时候我也感觉搞得挺好的。这条路走到底啊，就到三毛宫那边了。现在在润州路吧？啊，是。在这里晚上啊，有些城市晚上这不可能搞这种的啊。这里反正这周边居民真的有福了，这么好的路晚上没人散步啊，可能7-8点有人吧。他年纪大了也不跳广场舞，他就是给你一种感觉好像单调怎么着的。但是你如果像我这样，我觉得很享受啊。晚上出来逛，你看路灯亮亮的，就自己逛一下好了。前面还有摆摊呢，一夫妻走到那里，我们就差不多结束好了啊。我说是，就是说，它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。你真的要挑一个城市啊，大部分人年轻的时候不都是在大城市里面工作吗？那你会在那里，你买房也买不起，你可能一辈子也买不起。我希望各位不要有一种幻想，就是真的是面对现实。你真正住在家里，其实也都是自己的一小片范围内，一个卧室就好了。你挑一个宜居的城市就可以了。你真正挑老婆，你不会挑个夜场的嘛，对吧？你像我这买房，我就买在这里啊，他要怎么样也无所谓啊，对吧？你不会买到南京吧？那南京你要贷款几百万，他要房子亏了怎么办？像前天那龙卷风一搞，这房子给你刮没了，你怎么办？他居委会说会主动帮你修吗？免费帮你修吗？有这么好的事儿吗？对吧？你像在广西那边现在人还是困在那边的，虽然你们到时候看到这个视频会之后啊，有那眼镜蛇啊，几吨的眼镜蛇，我靠，从那有些人应该看到新闻了吧？你看真是雪上加霜，各位，没有那个蛇的血清啊，有几个人被咬死了。本身这水都淹成这样了，几楼的房子都淹到顶了，水里还有蛇，哇靠，真的雪上加霜啊！我怎么说到这里的？我就说啊，有时候有些东西呢，它跟你想的不一样，或者跟你真正做决定那一刹那也不一样。你就像人离开这个世界一样，也是非常不体面的。你的一生有可能就在最后那几年。你比如说蔡澜啊，这香港4大才子是，现在他走了，你记住什么了？大概率也没记到什么，就记得他老的时候住在那酒店里，钱那么多也没花出去，也是那么不体面的，脸上长着斑。他年轻也就那样，这人也不帅，就这样子。就你能记得什么？
你能记得什么？就这个，应该是夫妻店吧。这摆着还有个亭子，是润州路啊。啊，绿灯先过去吧。啊，是这个亚朵酒店这里，是这边。对面是润州路，就到哪了呢？到我拿的那个饺子馆那里了。这个话题还没讲完，因为这样骑行着啊，你要考虑到骑行要讲话的是，我是说，你真正还是结合自己的需求，各位，真是这样子。尤其买个东西也好，说的简单点，或者你选一个东西跟你契合也好，啊，不管是怎么样，可能就你在那里幻想着，啊，我在这里，或者你有个执念，我在那里投资买套房。我收个租，又或者这那的，又或者说我买个房刚需，家里有孩子，我要搞个学校让他上学。你还是结合自己的情况面对现实的。你手里只有那点钱，你就不要贷款了。尤其像现在这种情况，你在你的城市买不起啊，你就到你城市郊区看一下，郊区也买不起，就想方设法的，是不是这个工作能换一个城市承担得起的，再去那个，啊。像一个人啊，我总是举这个夜场女是吧？我只是举个例子啊，就是一个女的，她天天去酒吧的，天天 KTV 上班的，你真的会找她当老婆吗？大部分男的不会吧？你跟她去玩一下，今天吃个饭也无所谓，对吧？就那个房子在那个省会城市，如果很贵的话，买不起就算了，就拉倒了嘛，就换一个城市嘛，对吧？扯得有点远了。好了，各位，你看一路骑上来，好像都有这种，好像也是夏天的缘故。到时候冬天我再拍一下吧。一直都是这种，反正这边有白灯了啊。这城市是这样子的，它财政感觉比较充足啊，家里也不差钱，它路灯都开着好了，路也不错。您参考一下吧，各位。2026年7月8号了，哎，7月9号还是几号？反正8号啊，今天9号了。星期四啊，就可以说夜里吧，12点半左右，带着各位在这个金山水城啊，包括镇阳气度那边，我们去看了一下骑行者。因为就像我讲的，反复讲的，反正都是老朋友之间聊聊天，可能显得比较啰嗦，又扯东扯西的。就像在现在您听的这个虫叫的声音、青蛙的声音，如果我们不拍下来，你是不知道它晚上的情况的。它这个真实的情况反馈给各位啊。周边的房价的话，这边是法院了啊。周边的房价的话，大概就是19.5万到37万之间。然后我跟有些人讲一下我知道的，有些人啊非常鸡贼的，说完之后自己跑到5八同城，跑到安居客，跑到哪里赶紧查一下这边的房价。适不适合买，就查一下镇阳气度啊，怎么，再结合我这个视频一看，自己也就做了决定。我跟你讲一个题外话，也是我已经买了房，有了实际的案例，包括那中介大姐，有时候我们也跟她聊，真的不一样。你比如说在上面挂的16万的房子，你可能12万你就能拿下，各位，甚至11万就能拿下。你要线下找中介去聊。我知道有些人想省钱，你该省的就不要省了，该找中介就找中介。你找个人卖家，就像我反正有个买房拿到房产证前面一个视频我讲过了，你跟个人买家去交易的时候，那房东有可能难搞，你们双方有可能会扯皮。你也是第一次买房，如果你是老手的话，或者经常搞这种法拍房的话，你知道怎么应对的话，你可以省这个中介费，你自己跟卖家去房产大厅的行政人员去交易。我强烈建议啊，如果你是像我这样第一次去买房，或者第一次卖房，你找个中介无所谓。你说10几万的房子，那中介费才多少？就几千块钱嘛，就给他好了。那中介赚就赚了，你不要像网上听的啊，中介是什么吸血鬼，怎么样，也没给你提过。那人家中介也是给你跑的，也有一个保障啊，就像有个中间人一样。你说这什么黑帮片子叫什么来着？就那个科波拉执导的，就是阿尔帕西诺演的教父，Godfather， 马龙白兰度演的。你说这教父是不是相当于中间人啊？黑白两道通吃，这社会上什么事儿都搞了。我们中国也是这样，有时候还有一些这种
混混怎么样收保护费，就20-30年前有嘛。他就是说，你能借用一下这份保障是借用一下了，它能起到一个中间调和的一作用啊。好像感觉说的有点多了。好了，各位录到这里吧。对面左边有一郭开明24.1，也看到他好多次了。左边到三毛宫了，各位。然后这边的房子啊，就是三毛宫1、2、3区。那个房东阿姨她当时也跟我讲，我说你为什么不考虑这边呢？她说这边的房子要贵哦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三毛宫的房子要30多万、20多万啊，而且这个价格很硬的，非常硬。我前几次拍的三毛宫的。也有拍过，今天我不带绕了，再一绕骑到三毛宫里面，前面珠芳路，到时候拍1个小时，不是我这个计划的，您参考一下吧。这边这三毛宫房价贵，起码到7月份，2026年现在啊，它这三毛宫附近还比较硬的。我在这里我可能得花3倍、2倍的价钱，就我新买那房子才能在这里买一套。但是这小区啊，周边这个路啊，还没我家那边好呢，这周边配套还没我家那边好呢。我还靠着那西津渡那边，你这里离西津渡也远嘛，就是一题外话吧。反正三毛宫也给你加上了，有些人可以参考一下这视频吧。好了，各位想着还是跟大家加一下彩蛋吧。我点了一个吃的，就上一个视频啊，哇，这我不知道这个时间顺序怎么弄。上一个视频就拿到房产证的，你们自己去找一下好了，这顺序有点乱。因为呢，金山市买流量卡的视频，我也不知道到时候到底怎么放。我点了一吃的炸鸡，然后这种类型的这种，反正叫莲心脆啊。前天也点过一个，它没筷子的，里面有个手套，就这种的。一男哥们儿，他这个位置在哪里呢？在那个加州阳光那小区门口，那小区也是这样，也是手指不指了，给拆开看一下，就是手吃是吧？会不会有点烫呢？过几天有台风呢，直接到江浙沪这边啊，说什么17级的大风，然后我就买了一个这个啤酒，雪花的5块钱，就在刚那润州路那一个老板娘那里买的，哎，还中奖了好像，等一下，我已经看到字儿了，你会去换吗？谢谢品尝是吧？谢谢品尝，他要对焦，这是8块钱，这么多，尝一下，这家比那家划算啊。另外一家是什么？就在前面左拐一家还是哪里？也是润州路。哇，有点烫这样子，他应该配个筷子哦。那这种店为什么这边都是这样啊？我点了2家都这样，你这样拿着有点烫啊，烫的，喝一点吧现在。今天傍晚下午4、5点喝了一罐，喝的那个喜力嘛，要拿到房产证那期。我晚饭没吃，现在其实说饿也不饿啊，有时候1顿饭，有时候2顿饭。那鸡排还可以，这是鸡架是吧？就是鸡架嘛。有人说现在几度啊？刚刚开始也忘记报了，现在27度左右。那已经进入夏天了，白天30多度，各位，就是鸡架嘛，鸡锁骨，还叫什么名称啊？叫莲心脆啊。我点了原味的，我不知道它辣的什么招的，到时候乱七八糟。我点了原味的，就有一点点咸味，还可以。这里居然有个坐的地方，这是什么？虚峰小吃店是吧？虚峰嘛，这就晚上它对焦在路灯下面。早上我估计很热闹在这里，这就是三毛宫啊，各位，这种房子，我不指啊，一指它对焦，因为你在这个路灯下面，各位，它有个白平衡，它老是对焦。那房产中介就在视频前面，我之前拍过了。那附近就这样你看到的房子啊，然后附近也是，反正这种配套我感觉还没有我家那边好呢。但吃的稍微多一点点，热闹一点。价格要贵2倍3倍，就很奇怪。哦，它这里有学区，
是镇江实验小学。啊，这么一讲我就明白了。他反而这学校在这里你会吵，他响铃铛干嘛的？啊，这城市也没什么，也不放铃铛，也不会像云南取经那样哪里小区里安个喇叭吵你，也不会没有。这边也不怎么跳广场，老人有人也跳不动。猫咪来了，咪咪。有点烫，咬的话有点烫。淀粉肠这个还可以吧，这个量。彩蛋也加了4分钟，各位您参考一下好了。8块、5块、13块钱。这几个月不喝一罐啤酒还挺舒服的。我傍晚啊，就是大概4、5点，不是拍那拿到房产证那视频吗？还挺舒服的，就是那个喜力啤酒啊，荷兰的嘛，不是？那个啤酒我上一次喝是得几年前了。那个啤酒啊，也挺有劲儿的，喝完之后头有点那个，就不是说晕，倒不至于啊，稍微有点劲儿。好了，各位您参考一下吧，彩蛋加到这里，我慢慢吃吧。鸡排就鸡排味了啊，反正就正常吧，我觉得还可以。8块钱你还说什么，是吧？下期节目再见，各位再加一彩蛋吧。刚刚那吃着呢，那家店门口啊，那笼子里有几个猫咪，有些肉我喂给它了，它也不吃。那猫咪带个孩子在那笼子里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可能那个店主知道吧。现在到三魔宫这边，非常著名的就是算摆摊区域吧，这些垃圾堆在路边，可能大概2、3个小时之后，天亮了就会清走了啊。反正也是回家这里给大家也顺带的拍一下好了。这附近吃的也挺丰富的。现在1点22了，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，刚刚拍的时候才12点多嘛，现在就1点多了。叫什么路来着？知行路啊。之前这是那个沈阳喷鸡架的，有很多东北人在这个城市摆摊做生意，还有其他的，这边也都亮着，走那边吧。房产中介，反正这些摆摊的都摆在这里，早上卖菜还是卖什么，直接就营业了。对面吃那种大排档以及烧烤的，加个1、2分钟给各位看一下好了。右边是1区，各位，我们刚刚那边就坐在那个路灯下面，那边可能是2区、3区。当然这附近啊，这种房子白色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这6楼的，它可能有学区的缘故啊，这价格比较硬，20、30万一套。这城市啊，还有一个补充啊，就这种劳森便利店特别多。你在这个城市经常在它的周边能看到一家劳森。我想着过2天不是台风的嘛，可能出门也出不了了，所以这几天有时候能拍视频，现在还是简单记录一下啊。这彩蛋也挺重要的，快1点多了。这个城市的人啊，其实你如果习惯了这种模式，悠哉悠哉的，这样也挺好的。你说晚上没夜生活，这里其实也有夜生活。你到哪里吃烤肉啥的，油边啥的，到处都是。现在12点多，对面还有一个，就这种，反正到处都有营业的吃的。它没有夜生活也分好几种情况，各位。没有夜生活是那种晚上有些东北人跟我讲啊，说哈尔滨还是沈阳还是其他锦州还是哪里啊，经常有东北人跟我讲，说队长，晚上我们这10点之后，晚上城市路灯都关了，我靠，那你有点夸张了吧？你说那东北那里他也是没有夜生活，各位，他这种没夜生活是直接路灯关了，晚上乌漆麻黑的。但镇江这里也没有夜生活，但是这晚上吃的到处都还有啊。你说罗森便利店前面 7-Eleven 也好多家，就在市中心第1楼街那里。第1楼街我们就不用讲了，那里已经拍了2、3次了。那边是干通宵的，它只是不会像有些那种城市直接搞得很夸张，步行街摆摊
摆一夜的啊。它这个城市啊，应该长期这个城管或者本地的居民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就是不可以打扰别人，不可以把城市搞得很脏很乱。下雨了吗？下雨了，就这样吧，各位，下节目再见。